无论钱包里钱多或者是钱少，一定要牢记在钱包当中放一张纸。原来这么重要，帮助很多朋友解决了大烦恼。早知道早收益，赶紧跟着视频来学一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虽然说现在是网络手机时代，购物、逛街、买东西、坐车之类的都是用手机一键支付。虽然说方便了很多人，但是也不能避免有很多朋友喜欢带一个钱包。无论钱包里面钱多钱少，但是最主要的是钱包里面有我们的证件，比如说银行卡、身份证之类的。而如果一不小心把身份证和这些银行卡之类的给丢失了，那么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，甚至于坐车、坐飞机都会造成影响。而如果补办银行卡或者身份证之类的，那么也会浪费很多时间。那么别担心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一起来看一看吧。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经不使用现金，但是钱包也是必不可少的，特别是在农村，其实像现金我们还是能够使用到的，尤其是送礼金或者拿红包都会使用现金，并且钱包里面还有我们的社保卡、银行卡之类的，甚至于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证之类的都会放在钱包里面，因为这样可以防止身份证或者是银行卡折断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当然了，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人有失足马有失蹄，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些东西给丢掉，那么就太麻烦了。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张纸，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免这种麻烦。当然，只是一张白纸肯定是不行的，我们还有下一步操作，准备一本书，然后再把这一张白纸垫在上面。现在需要在白纸上面写字儿，到底要写哪些字儿呢？比如说我们的姓名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留姓名，那么也可以只留下自己的姓，比如说某某某先生，或者某某某女士。接下来就是下一步，这里我们同样需要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比如说电话号码，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的情况。当然，也可以留下其他联系方式，比如说微信之类的都是可以的。现在联系方式已经留好，当然还远远不够，咱们还有下一步。没错，这里就需要留下我们的家庭住址，比如说四川省某某某市某某某县某某某小区。但是这里一定要记住，上面千万不要留自己详细的住宅地址，这样能够有效的避免不法分子找到家里面去。因此，这里我们只需要给它精确到小区或者是某某某村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留下这些信息之后还远远不够，
人家凭什么捡到之后会还给你呢？就算是好心人捡到以后，也不会退还给你，因为他会交还给警察叔叔。而如果是坏人，那么更不可能退还给你。因此，还得有一些酬劳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在纸上写：如有实得归还者，请联系本人。因为我们上面留下了联系方式。最后再写一个必有重谢。那么重谢到底是多少呢？根据个人而定，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数目，当然千万不要太少。咱们可以写一个200到500之间就可以了。现在所有的信息已经写好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张纸，它可有大作用哦。然后把这一张写好的纸，我们给它放进钱包里面。放的时候，我们尽量给它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，打开钱包就能看见。这样放置好以后，如果你的钱包不小心丢失，那么找回来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哟。因为无论是谁捡到东西的第一时间，我们都会打开包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如果是好心人捡到，那么他可能并不会贪慕你里面的几百块。当然，如果钱包里面没有现金，要么就是身份证、银行卡之类的，也不用担心。就算他们捡到也没啥用。这时候他可能会看见里面的这一张留下的纸，上面就留下了我们的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家住地址，并且还有重谢。那么这个时候有80%的人都不会贪图小便宜，他会选择把钱包交还给失者，这样不仅仅可以得到酬金，而且还可以博得一个好名声哦。所以啊，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如果你经常使用钱包，那么一定要在钱包里面放一张纸哦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大烦恼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